二战以来，波兰最大规模的军事战备活动，40万大军蓄势待发。日本将与乌克兰联合生产武器，围剿俄罗斯。6000名朝鲜士兵被分批部署到俄罗斯，名义上搞基建，实则就涉及战场行动。日本军事扩张，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让军事走出去。美国放松制裁，取消白俄罗斯航司限制，拉拢卢卡申科。精彩资讯马上开始。国防开支北约第一，正规军直奔50万。一边向法国求核保护，一边向特朗普喊话要加入核共享，还要进行二战以来最大动员，武装40万民众。波兰这是打算在欧洲东线彻底封神。波兰媒体 VP Info 报道，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扔下一枚重磅炸弹，要进行二战以来最大的国防培训计划，到2027年向多达40万民众传授基本军事、医疗和网络弹性技能。这个数字已经可以算是全国动员了，计划的覆盖范围也相当广泛，上到退休的大爷，下到在校大学生，只要愿意都可以来参加自愿军事课程和危机应对培训。培训内容也很多，不仅有传统的枪法和急救，还有什么生存技能、信息卫生、反虚假信息技术，甚至连压力管理都给安排上了。为了鼓励年轻人参军，那些加入预备役的大学生，波兰每个月会给250美元的津贴。按照波兰的想法，到2025年底就有2万民众完成课程。当然，波兰可不是做慈善，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压力太大。波兰防长表示，我们正生活在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时期。事实也正是如此，火药桶就在家门口。乌俄战争在边境持续肆虐，俄罗斯的无人机时不时在波罗的海逛街，网络空间更是每天都在打仗。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与俄罗斯的冲突一触即发。一旦爆发战争，波兰就是最前线，自己的实力必须足够强。按照波兰的说法，这个计划的本质是建立社会复原力，以及应对危机或安全威胁的准备。翻译一下，就是让民众不只是会躲，而是能自救、能互救，能在混合战争的泥潭里活下来。当然，真要碰上战争，把敌人干碎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从乌俄战争开始，波兰的国防开支就一路飙升，计划到2026年把 GDP 的 4.8% 砸进国防。这比例在整个北约都是第一。兵力方面，波兰有 21.6 万现役军队，已经是北约除了美国和土耳其之外的第3大武装力量。而总理图斯克更是放话，要把部队规模扩大到50万人，涵盖职业军人、预备役和志愿者。钱到位了，人也到位了，但这还不够。波兰的终极目标是拥有能震场子的核威慑。图斯克确认，华沙正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会谈，讨论法国能对欧洲东翼提供潜在核保障的可能性。什么叫潜在核保障？就是想把法国的核保护伞拉过来。更直接的是，他们还要求特朗普考虑把波兰纳入北约的核共享计划，并在波兰部署更多的美军。波兰的态度非常清晰，要么你给我核武器，要么你给我核保护。他们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常规的东线堡垒，而是要成为一个手握核王牌的重量级玩家。总的来说，波兰这次动员40万民众，表面上看是提升社会韧性和防御能力，但往深层考虑，它是一次全方位的战略信号。波兰正在用全民皆兵的姿态向俄罗斯展示其不惜一切代价的防御决心。另一边，为了抵御俄罗斯的入侵，波兰又找了一个队友，将与日本联合生产武器。泽连斯基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他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了电话，核心议题就是联合生产武器，武器可能包括防空系统和无人机。日本近期计划修改安保战略，增加无人机部署，与乌克兰联合生产需求高度契合。这个消息相当劲爆。按理说，日本是不能随便出口武器，更不能跟交战国搞联合生产，但架不住日本对乌克兰是真爱。乌俄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已经给了乌克兰115亿美元的各种援助。2025年10月，日本又批了45亿美元的新援助，包括防空雷达、能源设备等，在援乌国家中也是第一梯队。不过从本质上来说，本次生产武器也算是交换，通过联合生产的名义，乌克兰能把自己的无人机技术移交给日本，满足日本武装自己的需求，日本也可以给乌克兰急需的东西。高市早苗表示，愿意提供必要的设备，帮助乌克兰城市安全过冬。跟日本谈完没多久，泽连斯基又和武契奇通电话。按理说，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非常好，是欧洲少有的几个亲俄派。但是这次通话内容却是商量两国携手加入欧盟，两个国家手拉手一起敲欧盟的大门。在此之前，武契奇此前已经公开表示，塞尔维亚的军工厂正在加班加点生产炮弹，准备卖给欧盟国家。具体去向大家都能猜得到。就结果来看，乌克兰的盟友越打越多，俄罗斯却是越打越少，只能逮着一只羊薅，也就是朝鲜。俄罗斯打仗外包朝鲜，基建也要外包朝鲜。开源情报显示，截至2025年10月底，
有15000名朝鲜士兵被送到了俄罗斯。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朝鲜士兵死在了乌俄战争前线。朝鲜真的是用尽全身力气支援俄罗斯。有时候让人觉得，普京如今的统治如果缺少了金正恩的支持，就真的不稳了。继15000名士兵之后，现在朝鲜又派人到俄罗斯了。欧洲新闻网报道，韩国国家情报院在闭门简报会上披露，自今年9月起，朝鲜已向俄罗斯秘密派遣约6000人，其中5000人是军事建设部队，1000人是工程师。目前在俄乌边境附近驻扎的朝鲜人员总数已超1万。这5000人名义上负责基建，实际却在承担排雷、维修军事设施等任务，甚至有部分人员直接参与队伍打击。伪装成基建人员，既能帮助俄罗斯填补人力缺口，又能给别人不直接介入战争的感觉，算是两头兼顾的选择。更深层的逻辑则是朝俄的利益交换。朝鲜缺粮食、石油和军事技术，俄罗斯正好能提供。俄罗斯前线缺人修工事、补后勤，后方缺人维护基建，朝鲜的军事建设部队恰好能顶上。平壤此次向莫斯科提供的5000人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他们还将向俄罗斯派遣4万名劳工，其中甚至包括 IT 专业人员。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基建外包对双方来说是一笔双赢的买卖。俄罗斯解了燃眉之急，朝鲜则是绕过联合国制裁，赚取宝贵外汇。有消息显示，莫斯科将会把一部分朝鲜劳工派往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进行所谓的重建工作。对于朝鲜劳工而言，即使他们顶着炮火完成了工作，其收入也不会完全进入自己的口袋。根据朝鲜的运作模式，这些劳工的绝大部分收入都会被朝鲜政府以抽走的形式直接抽走。普京打仗外包、基建外包背后，不仅仅是简单的武器交易，更是一场涉及士兵、劳工以及尖端技术转让的全面交易。根据开放援中心 OSC 的估计，朝鲜通过海运和铁路向俄罗斯运送了超过15000个集装箱，里面装满了炮弹和火箭弹。韩国军事情报部门估计，朝鲜可能为俄罗斯提供了超过1200万发152毫米炮弹。根据乌克兰情报总局的说法，这些供应满足了俄罗斯在战场上高达 50% 的弹药消耗需求。也就是说，俄军在前线打出的每2发炮弹，就有1发可能来自朝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朝鲜的炮弹，俄罗斯根本无法维持其为了实现进攻性突破所需的集中火力优势。但朝鲜提供的炮弹存在不少问题，俄军火炮炸膛和人员伤亡时有发生。不过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代价。他们要优先保障能够摧毁乌克兰防御的消耗性火力。朝鲜的低成本弹药供给在战场上帮了普京大忙。在这场危险的交易中，粮食和石油仅仅是普京放在桌面上的筹码。克里姆林宫清楚地知道，平壤真正想要的是能够让其军事实力发生质变的尖端技术。作为对朝鲜这个外包服务商的回报，普京向金正恩提供了其急需的物资，主要包括粮食和石油。据估算，这些物资价值高达12亿美元，但这只是明面上的交易。让平壤拼尽所有支持普京的是俄罗斯的先进军事技术转让。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俄罗斯正在就先进导弹系统向朝鲜提供关键的技术援助。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朝鲜最新的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分析，这款导弹在设计上与俄罗斯的白杨 M 系统非常相似。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朝鲜很难在短时间内在固体燃料技术和反制措施部署能力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显然，俄罗斯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朝鲜正在显著提升打击美国及其东亚盟友的能力。其次是空间和卫星技术。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后，仅仅2个月，朝鲜就成功进行了首次国产侦察卫星的发射。时间上的巧合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最令人担忧的是，克里姆林宫可能会向平壤提供核潜艇技术。根据战争研究所等机构的持续报告，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可能已经向朝鲜转让了用于发展核动力潜艇的核反应堆技术。如果这一消息得到证实，这将标志着朝鲜海军的突破性进展。一直以来，朝鲜都是东北亚的不稳定因素。为了乌俄战争就向平壤政权提供尖端军事技术，普京此举无异于玩火。从第一颗朝鲜炸弹进入俄罗斯境内之时，俄罗斯就已经与朝鲜深度绑定了。双方在2024年就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条约中明确规定，当一方遭受侵略时，另一方有义务提供援助。
似乎朝俄之间外包与被外包都是在该条约下进行的。但显然，普京与金正恩的这次结盟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交易，或者说盟友关系，它是一个挑战现有世界秩序的危险信号。他告诉世界，一个被孤立的政权可以通过外包战争干脏活来获取大国的庇护和尖端技术，从而摆脱困境，甚至成为地缘政治棋局中的关键角色。普京为了赢得在乌克兰的战术胜利，可能正在开启一个全球性的战略噩梦。亚洲这边，日本也在悄悄搞军事扩张，想要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宣布，计划2026财年整合陆上自卫队的2支精锐，组建新的特种作战旅。这支部队可不简单，不仅整合了约400人的特殊作战群，主要是负责境内外非常规作战，而且还有约800人的中央快反团，主要是负责海外撤侨、低强度部署。旅长级别定为陆将补，相当于陆军少将，可见日本多重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日本建这支部队就是想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搞军事走出去。有消息人士分析，整合2支部队能破除协同壁垒，既保留各自能力，又能联合行动，在海外执行任务。只是日本长期奉行专守防卫，海外部署自卫队有法律限制，现在要搞特战旅，下一步会不会修改法规，让自卫队走出去合法化？而且日本的特战能力不太高，跟美军成熟的特种部队比，日本自卫队没多少实战经验，要是真去海外执行任务，大概率得靠美国或北约带。欧洲方向，美国对白俄罗斯做出了反常动作，取消限制，拉拢卢卡申科，这是为什么？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放松对白俄罗斯的部分制裁，取消对白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的限制，允许与卢卡申科相关的3架飞机开展业务，其中包括卢卡申科的波音737总统专机、总统机队的另一架喷气式飞机，以及一架隶属于白俄国有公司斯拉夫卡利的豪华直升机。这架豪华直升机此前专门负责接送卢卡申科，用于往返乡村住所与明斯克。这一操作让不少人困惑，此前美国将卢卡申科视为眼中钉，连其家人的资产都冻结了，如今为何突然放松制裁？火力军觉得美国的突然转向大概率有2层考量，一是想分化俄白联盟，白俄罗斯是俄罗斯在欧洲的核心盟友，俄军曾从白俄境内发起对基辅的进攻，卢卡申科也多次表态与俄罗斯共进退。美国通过放松制裁释放善意，可能想拉拢卢卡申科，减少白俄对俄罗斯的支持。若白俄倒向西方，俄罗斯在欧洲的战略支点会直接削弱。二是为后续谈判留空间，当前和谈陷入僵局，美国可能想让白俄罗斯充当中间人，推动谈判，放松对卢卡申科的制裁，就是给白俄一个台阶，鼓励其参与调解。只是白俄罗斯经济高度依赖俄罗斯，美国放松制裁真能让卢卡申科改变立场吗？对白俄放开限制是一回事，对俄罗斯却是重拳出击，而且精准卡中了克里姆林宫的经济命脉。据彭博社报道，受美国最新一轮制裁影响，俄罗斯海运原油出货量大幅下跌，创下2024年1月以来最大降幅。数据显示，截至11月2日的4周内，俄罗斯原油出口量降至358万桶每日，较前一周减少了19万桶。更棘手的是，海上漂泊的无主油轮越来越多，大量炼油商退订，俄罗斯石油库存已飙升至 3.8 亿桶，较9月增长了 8%。 这轮制裁的杀伤力主要体现在喝退了核心卖家，比如印度、土耳其在内的俄罗斯石油最大进口国。近期各国炼油商都开始暂停采购，尤其是对俄罗斯太平洋港口出口的高附加值原油 ESPO 混合油，不少订单直接被取消。原因很简单，美国此次将俄罗斯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2大巨头列入制裁名单，若哪家企业敢采购这2家的原油，可能面临美国资产冻结风险，没人愿意冒这个险。石油是俄罗斯的钱袋子，占政府收入的 40% 左右，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如今出口量下滑，收入自然跟着缩水。彭博社指出，俄罗斯石油收入已跌至8月以来最低水平。俄罗斯之前也遭遇过石油制裁，但总能通过暗行操作找到出路，比如经第三方转卖给石油换名出口。但这次美国制裁覆盖了运输油轮、保险等全链条，俄罗斯的变通空间大幅减少。前线打仗需要资金买弹药养士兵，后方经济需要资金稳定民生。钱袋子被卡，这仗俄罗斯也不用打了，要不然国内就会先乱起来。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朝鲜之后还会向俄罗斯提供什么？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
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